你好，我是环佩叮当，欢迎您一同走入今天的共读时光。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题目是《龙井问茶》。我是清明时节到杭州龙井村的，因为听说只有明前龙井才是最好的龙井，而且明前的龙井光是在杭州就不够卖，几乎不可能销到外地，唯有到杭州才可能找到真正的明前龙井。但是到了杭州才知道，即使在杭州也不一定能买到真正的龙井，更别说是明前茶了。这次到杭州虽是应邀演讲，心里却记挂着要找时间去喝龙井茶。杭州的朋友知道我的心愿，我夜里抵达杭州是清明的第二天，他们就请我在西湖畔喝茶。我点了一杯龙井茶，喝了立刻大失所望，但口中不好意思说，心里直嘀咕，难道这就是我魂梦向往中的明前龙井吗？幸好第二天清晨就有机会到龙井村去品茶，而且巧遇今年龙井的炒茶王比赛正在御茶室举行，从各地选出来的炒茶高手在御茶室一字排开，以手炒茶，香气飘扬到半里之外。龙井茶的炒制方法可能是中国名茶中独一无二的。茶农把当天采来的茶茎空手在热锅上压扁，经过一再炒压，直到将茶茎完全炒干为止。品相优美的龙井茶，扁如刀尖，色泽黄绿，一齐一腔，片片宛然。我在炒茶王比赛的会场巧遇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家阳及执行会长杨招娣，还有一些评审委员，便请教他们关于炒茶王的标准。王会长告诉我，龙井茶向有4绝之誉，即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炒茶王比赛当然也以4绝做标准。至于为什么要把龙井茶炒得这么扁，则是有典故的。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到龙井茶区，亲手采撷茶芽数片，置于杯中，一说夹在书中。次日晨起，茶芽被压成扁平，形状甚美，香气甚浓，从此炒茶就炒为扁形了。由于炒茶王比赛需时甚久，王家阳会长建议我何不到乾隆采过茶的地方看看。于是我们沿着山道散步到御茶社去看乾隆采过的18颗御茶。杭州的朋友陈振中告诉我，那18株御茶在清明前上过拍卖会，拍卖价为每斤30万人民币，创下历史的新高价。我心里盘算着，30万人民币不就是超过100万台币了？怎么可能？郑中说，那是因为稀有。想想看，30万就能喝到与乾隆皇帝一样的茶，对有钱人是多么有吸引力。步行约20分钟就到了乾隆采撷茶叶的18颗御茶。茶并无特异之处，但用围墙圈了起来，成为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我想到那些茶叶一斤值100万台币，忍不住摘了数片放在口中咀嚼。不知是心理作祟，还是清明的龙井原来就好，只觉一股清香直透胸臆。郑中说，难得吃到御茶，多吃几片吧。我嚼了满口御茶，
深深的呼吸，感慨地说：我们站在皇帝站过的土地，吃了皇帝吃过的茶，呼吸了和皇帝一样的空气，但我们1分钱也没有花呀。乾隆采玉茶的地方称为狮子峰，是真正龙井茶的产地，方圆只有3000米左右。但是由于狮子峰的龙井茶实在太少了，后来在西湖珠峰的茶都被称为西湖龙井茶。早年西湖龙井茶分为4个品类，产于狮子峰、龙井寺一带的称为真正龙井茶，产于云溪、虎跑、梅家坞一带的称为正路龙井茶，产于温家山、杨梅岭、四眼井、九溪等地的称为本山龙井茶，产于留下、上寺等地的称为四路龙井茶。到了1953年，浙江省茶叶公司把龙井茶简化为狮峰龙井、梅雾龙井和西湖龙井3个品类，直到1965年起全部称为西湖龙井。不管龙井如何分类，善于品茶的人都知道还是狮峰的龙井最好。至于为何同样在西湖珠山，狮峰的龙井会最好呢？清朝的程昱在《龙井访茶记》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龙井之山为青石，水质略咸，含碱颇重，沙壤相杂，而沙1/3而强，其色属褐，产茶最良。以东以南，土赤如血，泉虽干而茶味转劣，故龙井佳名，亦不能越此方里之外，地限之也。如果以地质作为严格的标准，真正的龙井茶实在很有限。也正是我站在御茶园放眼四望那小小的1亩地而已。我蹲下来检视土地，果然如程昱所说，是属褐色，含有约1/3的砂石。可见程昱是一个细腻的观察者。正因为龙井茶的产地如此之小，产量如此有限，所以自古以来都是一两难求的。我是环佩叮当，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咱们下期继续。